你有没有算过，这10年来你花在健康检查上的钱加起来总共有多少？很多人1年做一次自费健检，一次刷卡下去就是2、3万，贵一点的顶级套餐甚至要5、6万，做了10年，累积起来30、40万跑不掉。但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很残酷的事实，你花的这些钱有一大半可能都花在对你帮助很小的项目上，而真正能够在关键时刻救你一命的那几项检查，反而常常不在套餐里面，或者你根本不知道政府早就免费提供给你了。健检中心不会主动告诉你这些事，因为健检是一门生意，套餐越丰富，项目越多，机器越高级，看起来就越超值。可是医界很多医师私底下都在摇头，有些热门项目对没有症状的人来说，参考价值低得可怜，甚至还会制造一堆假警报，害你白白恐慌，白白挨针，白白多做一堆侵入性检查。反过来，有几项检查便宜甚至免费，却是实实在在抓得住早期癌症、抓得住心血管风险的救命工具，偏偏做的人少得可怜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就帮你把这张体检红黑对照表整个摊开来，黑榜5项帮你把钱省下来，红榜5项帮你把命保下来。我会从第5名一路倒数，但是黑榜的第1名和红榜的第1名，我要留到影片后段才揭晓。先偷偷透露一点，黑榜第1名是全台湾健检套餐里最热门，几乎人人都做过的加购项目，而它单独看的参考价值可能比你想象中低非常多。红榜第1名则是医界公认目前最能提早抓到台湾癌症死因第1名的检查，而且符合条件的人，政府直接让你免费做。可惜大部分人到现在都还不知道，65岁以后，体力、本钱都有限，钱要花在刀口上，检查更要做在刀口上。请你一定要看到最后，因为最后揭晓的那2项，很可能就是你明年健检单上最该划掉和最该加上的2个格子。好，我们先从黑榜开始倒数。先说清楚，所谓黑榜，不是说这些检查完全没有用，而是对没有症状的一般人来说，把它当成例行健检项目， CP 值很低，钱常常是白花的。他们用在对的病人身上是好工具，用在健康的你身上就是昂贵的心理安慰。黑榜第5名，全身正值扫描，也就是很多顶级套餐主打的 PET 检查。健检中心的说法很吸引人，一次扫描，全身癌细胞无所遁形，听起来很威，价格也很威，一次自费下来常常要4、5万。但你可能不知道，医界的主流看法是，正值扫描是设计来给已经确诊癌症的病人做分期追踪用的，不是设计来帮没有症状的健康人大海捞针的。为什么？第一，它不是每一种癌都看得到，有些癌症对显影剂的吸收不明显，照了也是白照。第二，它很容易出现亮亮的点，发炎、感染，甚至刚运动完的肌肉都可能发亮。结果报告一出来，你吓得半死，接下来排切片、排追踪，折腾半年，最后发现只是发炎，花4、5万买一场虚惊，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。黑榜第4名，把静态心电图当成心脏的保命符。很多人健检完，看到心电图那一格写正常，就放心的想，我的心脏没问题了。错大错特错，静态心电图是你躺着平静当下那几十秒的心电活动记录。问题是，最要命的心肌梗塞常常是血管已经堵了6、7成，平常完全没感觉，心电图也完全正常，某一天斑块突然破裂，几分钟之内就出人命。医界常讲一句话，很多心肌梗塞的病人发作前1个月做心电图都是正常的，所以静态心电图可以做，健保门诊也常做，但你千万不要把它当成心脏安全证明。真正能提早看出心血管风险的检查，等一下红榜里会讲，那才是重点。黑榜第3名，想靠胸部 X 光抓早期肺癌，这一项我要讲重一点，因为误会的人实在太多了。公司的年度体检、基本健检套餐几乎都有胸部 X 光，大家照完看到未见明显异常就安心一整年。但是你知道吗？胸部 X 光对小于1公分的肺部病灶非常容易看不到，肿瘤长在心脏后面、骨头后面、横膈膜附近，
X 光的死角一大堆。医界普遍的讲法是，等到 X 光看得清楚的时候，肿瘤常常已经2-3公分，很多已经不是最早期了。台湾有太多让人心痛的故事，年年照 X 光，年年正常，某天咳嗽咳不停，一查已经是第3期、第4期。不是 X 光没用，它看肺炎、看积水、看心脏大小都有用，但拿它来筛早期肺癌，就像拿渔网去捞绿豆，网目太大，该捞的通通漏掉。那到底要用什么捞？先卖个关子，红榜的最后揭晓。黑榜第2名，一滴血验癌症，超昂贵的基因大套餐，这几年很流行，抽个血，号称帮你验几十种癌症风险，上百个基因位点，报告印出来厚厚一本，收费动辄3-4万起跳。听我说，对绝大多数没有家族史、没有症状的人，这种检查目前的实际价值跟它的价格完全不成比例。基因报告告诉你某某癌风险比平均高 1.5 倍，然后呢，后续该做的追踪检查其实就是红榜那几项，你不做基因检测也应该做。更麻烦的是，有人拿到低风险的报告就彻底松懈，该做的筛检从此都不做了，这反而是花大钱买了一个危险的安心。基因检测不是不能做，有明确家族史、由医师评估建议的那种才有意义。健检中心加购页面上的豪华基因套餐，你可以微笑跳过。黑榜的第5名到第2名讲完了，第1名先按住不表。我跟你保证，你80%做过，而且可能今年还打算再做。它便宜、方便，听起来又科学。正因为这样，它才坐稳黑榜冠军。我们先翻到红榜这一面，因为省下来的钱要知道往哪里放。红榜就是对65岁前后的你来说，证据明确 CP 值高，真正可能改变结局的检查。一样从第5名开始倒数。红榜第5名，眼底检查。很多人一辈子没做过，觉得眼睛检查不就是亮度数、验脑花？大错特错，眼底是全身唯一一个不用开刀、不用打显影剂，就能直接看到血管的地方。医师从眼底镜看进去，你视网膜上的小血管有没有硬化，有没有出血，有没有渗漏，一目了然。糖尿病要看眼底，高血压要看眼底，连中风的风险都跟眼底血管的变化有关系，更别说65岁以后的3大视力杀手：黄斑部病变、青光眼、糖尿病、视网膜病变。早期通通没有感觉，等你自己发现看东西怪怪的，线条变弯了，常常已经伤到不可逆。眼底检查便宜、快速、不痛。糖尿病有定期检查健保还有给付，一般人自费做眼底摄影也才几百块，这么便宜的救命检查，做的人却少得可怜，实在可惜。红榜第4名，粪便潜血检查。我知道很多人听到要采便便就皱眉头，觉得又麻烦又不好意思，但你听好，大肠癌在台湾的发生人数常年排在最前面，而它偏偏又是最有机会靠筛检逆转的癌症之一。从一颗小小的息肉变成大肠癌，通常要走上5年、10年，这段时间就是老天爷留给你的逃生门。粪便潜血检查就是逃生门上的感应器，再加裁剪送回收件点就好，不用挨刀，不用挨饿。政府补助符合年龄资格的民众，每2年免费做一次。这几年补助年龄还放宽了，详细以国民健康署最新公告为准。筛检的资料发现，潜血阳性的人去做大肠镜，大约每2个就有1个找到息肉，大约每20个就有1个已经是大肠癌。医师当场把息肉切掉，癌症根本没机会长出来。这种免费无痛能把癌症消灭在萌芽之前的检查，你跟我说你不好意思做，命跟面子哪个重要？红榜第3名，腹部超音波。台湾是 B 型肝炎、C 型肝炎的流行地区，医界估计全台带源的人口以100万计，很多560岁以上的朋友是小时候感染的，自己完全不知道。肝是沉默的器官，肝癌早期几乎零症状，等到腹痛、黄疸、体重直落，常常已经很大颗了。腹部超音波没有辐射，不用打针，肚皮抹个凝胶滑一滑，10几分钟，肝、胆、胰、脾、肾一次看完。B 肝、C 肝带源的朋友，医师通常会建议每半年做一次超音波配抽血追踪，
这是健保有给付的，千万不能偷懒。就算你不是带原者，65岁以后每年排一次腹部超音波，顺便看脂肪肝、胆结石、肾脏水泡，这笔钱花的绝对值得。红榜第2名，心血管风险的整组评估，血压、血脂、血糖加上颈动脉超音波，我把它们包在一起讲，因为心血管疾病从来不是看单一数字的。台湾每年因为心脏病加上脑血管疾病离开的人，加起来的数字比任何单一种癌症都还要多，而这些悲剧的共同剧本都是血管慢慢硬化、慢慢堵塞。230年不声不响，血压、血脂、血糖这3项便宜到不行，政府的成人健检通通有。重点是你要连续看趋势，不是看一次正常就把报告丢掉。颈动脉超音波则像是帮血管拍照，看你脖子这2条供应大脑的高速公路内壁有没有增厚，有没有斑块。医界常说颈动脉的状况就是全身血管的缩影，前面黑榜讲过，静态心电图给不了你的答案，这一组检查才给得了。有三高、有抽烟史、有家族史的朋友，还可以跟医师讨论加做冠状动脉钙化指数，用低剂量的断层扫描帮心脏血管的钙化程度打一个分数，那个分数比你摸着心口自我感觉良好准确太多了。红榜第2名到第5名讲完，第1名一样留在后面，跟黑榜第1名一起揭晓，因为这2个放在一起看，你才会发现多数人真的全做反了。接下来这一段可能是全篇最实用的一段，政府免费检查的隐藏清单。很多人一边花大钱买自费套餐，一边把政府送到面前的免费检查放到过期，这真的是天下最冤枉的事。你听好，65岁以上每年都有一次免费的成人预防保健服务，抽血、验尿、身体评估、医师问诊通通包含在内，带健保卡去有合约的诊所或医院就能做。再来是癌症筛检、粪便前血检查，符合年龄每2年免费一次，乳房摄影，符合年龄的女性每2年免费一次，子宫颈抹片，符合年龄的女性政府补助定期做，有吸烟或嚼槟榔习惯的朋友，口腔黏膜检查每2年免费一次，还有一项超多人不知道的 B 型肝炎和 C 型肝炎的免费筛检，符合年龄资格的民众一生可以免费验一次，验出来如果是 C 肝阳性，现在的口服新药治愈率非常高，健保给付等于政府出钱帮你把一颗肝癌的种子提早拔掉。最后就是跟红榜第1名有关的那一项肺部检查，符合特定条件的高风险族群，政府每2年直接补助免费做一次，细节我留到揭晓的时候一起讲。这些免费资格的年龄条件这几年一直在放宽，确切标准请以国民健康署最新公告为准。最简单的方法，带着健保卡去诊所柜台问一句，我今年有哪些免费检查可以做，柜台人员刷一下卡就帮你查得清清楚楚，免费的额度不用过期作废，比百货公司礼券过期还可惜。讲到这里，我要说一个真实感很强的案例，一位68岁的陈大哥，退休公务员，平常很养生，每年自费2万多做健检，有一年报告出来，肿瘤标记 CEA 比标准值高了一点点，一个小红字，他吓坏了，整晚睡不着，满脑子都是我是不是得了大肠癌。接下来3个月，他跑了3家医院，做了大肠镜、胃镜，又自费加做正子扫描，前后又花了快10万，身体被折腾，心情跌到谷底。太太说他那阵子瘦了3公斤，不是病瘦的，是吓瘦的。结果呢，什么都没找到。最后一位资深的肝胆肠胃科医师看了他的资料，只问了一句，陈大哥，你是不是有抽烟？他说有，抽了40年。医师笑着说，抽烟的人 CEA 本来就常常偏高一点，你这个数字单独看根本代表不了什么。陈大哥听完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，10万块3个月的恐慌，买到的是一场空。这个故事就是等一下黑榜第1名的最好预告。所以报告出现红字的时候，正确的反应步骤到底是什么？记住3个动作。第一步，先别急着上网查，网络会把你从小感冒一路查到癌症末期，把今年的报告跟过去2-3年的报告排在一起看趋势，数字是一路稳定，
只是这次稍微超标一点点，还是一年比一年明显往上爬，趋势比单一次的数字重要100倍。第二步，挂对科，把整份报告带去给医师看，而不是只带那一页红字。肝指数红字，挂肝胆肠胃科；血脂、血糖红字，挂家医科或新陈代谢科，让医师决定要不要复检，要不要进一步检查。很多红字复检一次就消失了，因为抽血前一天你熬夜吃大餐，刚好感冒，数字都会浮动。第三步，如果红字跟生活习惯有关，像血脂、血糖、尿酸、脂肪肝，先给自己3个月，饮食调整加上规律运动，3个月后再验一次。很多人3个月就把红字变回黑字，那种成就感比吃任何保健品都实在。千万不要当2种极端的人，一种是红字一出现就恐慌到处乱做检查的人，另一种是报告连拆都不拆，直接塞进抽屉的人。这2种人缴的都是智商税，只是形式不同。再来，我们谈谈假警报的代价，这是健检世界里最少人讲的暗面。检查不是做越多越好，每多做一项对无症状者价值很低的检查，你就多买了一张假警报彩券。医界的看法很一致，健检项目做得越多，出现至少1项异常的几率就越高。全身几十项做下来，几乎人人都会有红字。假警报的代价是什么？第一是钱，后续的复检、切片、高阶影像，一路追下去，常常比健检本身还贵。第二是身体，切片有出血和感染的风险，反复的断层扫描，有辐射累积的问题。第三，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心理。研究发现，经历过癌症假警报的人，就算最后证实没事，那种焦虑感常常持续很久。有人从此看到医院就发抖，有人反而变得逃避，连真正该做的检查都不敢做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医界一直强调，筛检要挑对的人、对的项目、对的频率，而不是把自己当成实验品，什么都扫一遍。钱包失血是小事，被假警报吓出一身病才是真的冤。那要怎么挑对的项目？关键就是依照你自己的家族史和风险条件，客制你的组合。这里给你几个具体方向，你可以拿笔记下来。如果你的父母、兄弟姊妹有人得过大肠癌，你不能只靠粪便潜血，要跟医师讨论直接做大肠镜，而且通常建议比家人发病的年龄再提早10年开始追踪。如果家里有人得过肺癌，注意了，你很可能符合政府免费做那项肺部检查的资格。等一下揭晓的时候我讲清楚。如果你是 B 肝或 C 肝带源，每半年一次的腹部超音波加抽血是铁律，不能偷懒。如果家里有糖尿病史，糖化血色素要盯紧，眼底检查每年排1次。如果直系亲属有人年纪轻轻就心肌梗塞或中风，你的血脂要看得比别人细，可以跟医师讨论颈动脉、超音波和钙化指数。女性朋友家里有乳癌病史的，乳房摄影不但要做，还要问医师需不需要加做超音波。你看这样配下来，你的健检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，每1分钱都花在你真正的风险上，而不是花在健检中心最想卖你的项目上。好，那实际走进健检中心，面对琳琅满目的套餐、DM 和热情的招待人员，这张红黑对照表要怎么用？教你3句话。第一句，我政府免费的项目都做了吗？请先帮我对一下，先把免费的额度用好用满，这是地基。第二句，当对方推荐你升级某个高价项目的时候，问他这个检查对我这个年纪没有症状的人，医学上的建议是什么？注意听，回答。如果对方讲得出具体理由，例如你有家族史，你有常年抽烟史，那可以考虑。如果对方只会说这台机器最新，很多客人都有加做，做了比较安心，这3句都不是医学理由，是销售话术，你就微笑说我再想想。第3句，我想把预算集中在这几项，然后把红榜5项摊出来，缺什么补什么。记住，你是去买健康情报的，不是去买安心感的。安心感很贵，而且常常是假的。情报便宜，而且能救命。这里再快问快答，回答几个大家最常问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健检多久做一次？一般建议65岁以后每年1次基本检查
搭配各项癌症筛检的建议频率就够了，不需要1年做2-3次，过度检查只会增加假警报。第二个问题，大肠镜听说很痛，可以不做吗？现在有无痛大肠镜的选择，睡一觉就做完了。如果粪便潜血阳性，大肠镜是唯一能确认又能当场处理的方法，千万不要因为怕痛就拖。第三个问题，吃保健品要不要停？抽血前照时跟护理师讲你在吃什么，有些成分会影响数值，报告异常时也要主动告诉医师。第四个问题，年纪很大了还要每年健检吗？医界的共识是，检查要跟着身体状况和治疗意愿走，这一题最适合跟你的家庭医师好好聊一次，而不是照着套餐无脑做下去。好，时候到了，前面所有的铺陈都是为了现在这一刻，红黑两榜的第一名同时揭晓。先讲黑榜第一名，一字排开的肿瘤标记套餐 CEA、CA、199、CA、125、AFP， 甲状腺的、攝護腺的健检 DM 上常常一列7-8种，号称癌症指数全套筛检，加购价几千块，听起来便宜又大碗，所以它成了全台湾最热门的加购项目，几乎人人都勾。但医界内部怎么看？多数医师的共识是，肿瘤标记单独拿来帮没有症状的人筛癌，是一个巨大的迷思。原因有两面，第一面，它会冤枉好人，发炎、抽烟、良性囊肿都可能让指数偏高。前面陈大哥的故事你已经听过了，一个小红字换来10万块加3个月的恐慌。第二面更可怕，它会放走坏人，很多早期癌症肿瘤标记完全正常，有人年年验 CEA， 年年数字漂亮，结果大肠镜一做，里面已经长了东西。你把身家性命压在一个高了不一定有事，正常也不一定没事的数字上，这不是保命，这是安慰剂。肿瘤标记真正的舞台是给已经确诊的病人追踪治疗效果用的，在那里它是好工具。比较例外的是，男性的 PSA 攝護腺指数，它在筛检上还有一定的参考地位，但也建议搭配医师的检查一起评估，而不是自己看数字自己吓自己。所以明年的健检单那一整排肿瘤标记套餐，你可以勇敢的把它划掉，把几千块省下来。省下来做什么？做红榜第一名。红榜第一名，低剂量电脑断层，简称 LDCT， 专门抓早期肺癌。为什么它是第一名？3个理由。第一，肺癌常年是台湾癌症死因的第一名，而且台湾有一个特别让人揪心的现象，很多得肺癌的人根本不抽烟，尤其是女性朋友，厨房油烟、空气品质、家族体质都被认为有关系。第二，前面黑榜讲过，胸部 X 光看不到的小于1公分的病灶 LDCT 看得到，连 0.3、0.5 公分的小结节都抓得出来。国际大型研究发现，帮高风险族群用 LDCT 定期筛检，肺癌的死亡率可以降低大约20%，这在癌症筛检的世界里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。第三，台湾是全世界最早把 LDCT 肺癌筛检纳入公费的地方之一，符合条件的高风险族群，政府每2年补助免费做一次。一种是有肺癌家族史的族群，另一种是有长期重度吸烟史的族群。年龄和资格的细节，请以国民健康署最新公告为准，或者直接到医院的家医科、胸腔内科挂号询问，一句话就能问清楚。这里我再讲一个案例，一位65岁的张阿姨，不抽烟，有运动习惯，公司体检照了30几年的 X 光，年年正常。前年她女儿看到肺癌筛检的新闻，想起阿姨的侄子，也就是张阿姨的大子得过肺癌，符合家族史的资格，硬拉着妈妈去做免费的 LDCT， 结果一扫出一颗 0.8 公分的毛玻璃样结节，追踪确认之后手术切除，是最早期的肺癌，开完刀连化疗都不用做，现在每天照样去公园跳土风舞。医师跟他说，这一颗再晚2-3年发现就是完全不同的故事了。你想想，同一个肺 X 光照了30几年没看到 LDCT， 一次就抓到，你说这张红黑对照表是不是真的多数人全做反了？大家抢着加购的肿瘤标记参考价值最低，政府免费送的 LDCT 救命价值最高，却一堆人不知道不去做，省钱和保命常常只差一个资讯落差。而今天
你已经把这个落差补起来了。最后，帮你把今天这一大张表收成3个带得走的重点。第一，黑榜记心理，正值扫描，静态心电图当保命符，胸部 X 光筛肺癌，昂贵基因套餐，肿瘤标记全餐，这5项对没有症状的你 CP 值最低，钱可以省下来。第二，红榜排进去，眼底检查，粪便潜血，腹部超音波，心血管整组评估，低剂量电脑断层，这5项才是真正的保命线。第三，先把政府免费的用好用满，再依家族史客制架构，红字看趋势，挂对科，不恐慌也不逃避。也欢迎写下你明年打算划掉和加上的项目，给其他观众参考。